如果你正在照顧一位為憂鬱症或焦慮症所苦的親友，那你一定很懂那種感覺。那是一種很深的愛跟一種很深的疲憊，兩者同時存在。你會想要有耐心，想要像基督一樣去愛，想要真的幫上忙。但一天天過去，你可能會感覺到自己裡面有些東西在耗損。沒錯。變得容易生氣，情緒枯竭，有時候甚至感覺麻木。如果這聽起來有點像你的心聲，那麼這次的討論就是為你準備的。我們手邊的資料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，需要自我照顧不代表你愛的比較少，這代表你是人，而上帝也關心你。今天我們就要根據你分享的這些資料，從聖經和心理學的角度，一起來好好聊聊這個話題。的確，照顧者這個角色本身就處於一個非常高的浩劫風險中。你提供的資料從心理學上點出了幾個關鍵原因。第一個叫做情緒感染。情緒感染，對，這很微妙，就是你不知不覺就吸收了對方的悲傷或焦慮。就像在一個煙霧彌漫的房間待久了，身上自然會有煙味一樣。哇，這個比喻很貼切。然後再來是慢性壓力，你總是處於一種高度警戒的狀態，隨時準備應對下一個危機。接着還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，叫做同情心疲勞。同情心疲勞，对，你明明關愛至深，內心卻翌日感到空虛，就是情感的電池被徹底耗盡了。最後還有一種隱藏的罪惡感，因為你會為自己的疲倦或沮喪而自責。說到罪惡感，這真的是個大問題耶，特別是對有信仰的人來說，好像我們就應該要有無限的愛心跟耐心。沒錯，所以當我們想為自己喘口氣，想要休息的時候，那個聲音就會跑出來說：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私？但資料裡似乎對休息這件事提供了很不一樣的看法。對，這正是我們需要重新建立的觀念。資料中分析了幾個聖經的例子，我覺得非常有力量。像是第一個就是耶穌自己，馬可福音1章35節說，耶穌會在清晨天還沒亮的時候，獨自一人到曠野去禱告。他會暫時離開人群的需求。對，重點就在這裡。他這麼做不是因為他不在乎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為他在乎。完全正確。他需要時間去重新連接能力的源頭。這裡就引出一個很棒的觀點：休息不是愛的匱乏，而是讓愛保持健康的方式。讓愛保持健康的方式，哇，這句話很有意思耶。因為我們通常把休息看成是愛的暫停，甚至是愛的失敗。但這個說法是為了能夠繼續愛下去，休息是必要的。正是如此，就像手機需要充電才能繼續使用，而不是等到電量耗盡自動關機才處理。了解。而資料提到的第二個例子，則是關於上帝怎麼看我們這些有限的人。詩篇103篇說，他知道我們的本體，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。塵土。這句話聽起來很 humbling， 讓人感到謙卑，但其實充滿了溫柔。他提醒我們，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，就知道我們是有限的、會疲倦的塵土。他從來沒有期望我們擁有無限的情感能量。所以，承認自己的極限，對，並不是靈性軟弱的表現，而是誠實的活在上帝的創造設計裡。等一下，剛剛資料裡提到的那個觀念，我覺得我們需要停下來好好想一想。請說。你說，上帝知道我們是塵土，所以他理解我們的有限。但這跟我從小被教導的要捨己、要背起十字架，好像有點衝突誒。我一直以為更有愛心就是更努力的去忽略自己的疲憊。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誤解，也是導致浩劫的關鍵。資料裡有一句話，我認為是整個議題的核心轉捩點。你被呼召的不是成為拯救者，而是成為忠實的陪伴者。你再說一次那句話。你被呼召的不是成為拯救者，而是成為忠實的陪伴者。哇，不是拯救者，而是陪伴者。這句話的分量很重，這幾乎顛覆了我所有對於幫助的理解。
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因為當我看着我愛的人在受苦，我內心唯一的念頭就是我要救他脫離這一切。我完全理解那種心情，但拯救者心態會讓我們不自覺地承擔起那些不屬於我們的責任。哪些責任？資料中明確指出，這些責任包括替對方的康復負起全部責任，當對方進展緩慢時感到內疚，並且相信修復對方的痛苦是自己的工作。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，我們其實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，而那個重擔是任何人都無法承受的。坦白說，如果我不再扮演拯救者，我心裡會有一種恐懼。怎麼樣的恐懼？會覺得自己是不是在卸責，是不是不夠愛他了？如果連我都不去修復他，那還有誰能幫他呢？這個責任的界限到底在哪裡？這是最關鍵的問題。資料的回答很清楚，康復的責任歸屬於三方。首先是上帝，他是最終的醫治者。其次是患者本人，他需要有康復的意願並採取行動。再來，通常是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士，像是諮商師或醫生。那我呢？我作為照顧者的角色是什麼？你的角色是提供充滿愛的同在，而非承擔全部的責任。從拯救者轉變為陪伴者，意味着你承認你的角色是支持，而不是掌控結果。這才能讓你自由地去愛，而不會因為無法改變對方而感到挫敗和內疚。好的，從拯救者變成陪伴者，這個心態轉變感覺能卸下千斤重擔。但說實話，隔天醒來，疲憊感還是在那裡。光有心態好像不夠，我還是不知道在精疲力盡的時候，具體該做些什麼。藍人裡有提到具體的方法，讓我們能把這個新心態活出來嗎？當然有，心態是地基，但我們還需要實際的工具。資料裡提供了幾個非常實用的方法。第一個就是指認你的情緒負荷。指認情緒負荷？對，意思就是我們要對自己誠實，不要總是習慣性的用屬靈的詞彙去掩蓋真實的感受。比如，當你內心快要崩潰時，卻對外說“我靠主得力”，這點真的說到我心坎裡了。好像承認自己很累、很沮喪，就是承認自己不屬靈。沒錯。但壓抑這些感覺，只是讓他們在心裡發酵，最後可能會以更糟的方式爆發出來，比如對我關心的人生氣。正是如此。所以具體來說，要怎麼指認呢？對，怎麼做？很簡單，就是誠實，試着在禱告中對上帝說：“主啊，我真的很愛他，但我真的好累。”或者在日記裡寫下：“我今天對他感到很失望，也很無力。”這樣的價值在於，當你把重擔攤在陽光下，羞恥感就會減少，思路也會變得清晰，你才能開始處理它，而不是假裝它不存在。好，誠實面對自己的情緒，但在實際互動中，另一個難題來了。有時候對方的需求是排山倒海而來的，我感覺自己快被淹沒了。我很想設立界限，但又怕傷害對方，怕他覺得被我拒絕了，這該怎麼辦？這也是資料中提到的第二個方法，設立溫和而清晰的界限。溫和又清晰。對，關鍵詞就是這兩個。界限不等於拒絕，也不等於自私。資料強調，界限是為了保護關係的長久性。保護關係？對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因為毫無界限而耗竭，最終你可能會因為怨恨或麻木而無法再提供任何支持了。所以，短期的界限是為了長期的陪伴。那一個溫和而清晰的界限聽起來是什麼樣子？可以舉個例子嗎？你剛說，你可以說，我很在乎你現在的感受，也想陪你，但在那之前，我需要15分鐘的時間自己靜一靜，讓我的心稍微平靜下來，這樣我才能更好的聽你說。你看，你沒有說你不要來煩我，而是表達了你的需求，同時也給出了你會回來的承諾。了解。另一個界限是鼓勵對方尋求專業協助，而不是讓自己成為對方唯一的支持系統。這不是推卸責任，而是智慧的擴大支持網絡。這很有幫助。這讓界限聽起來不像是築牆，更像是蓋座，讓彼此都能喘息的涼亭。沒錯。聊到喘息，資料提到的第三個方法是維持你自己的節奏。
這好像是在提醒我們，自我照顧不是一次性的緊急措施。對，它是一種生活方式。當我們照顧的人生活在混亂中時，維持自己的穩定節奏，就像在風暴中為自己拋下一個錨。錨的比喻很好，它能提供可預測的恢復時間，防止我們被對方的混亂完全吞噬。所以，你需要問自己幾個實際的問題：我有沒有規律的睡覺？我能不能擠出獨處的時間？我最近有沒有做任何一件能為我帶來生命力的事情？哪怕只是散步10分鐘，聽一首喜歡的歌。對，耶穌不是只休息一次，他是活在一個有作有息的節奏裡。我發現這些方法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承認我一個人不行。但這又回到那個驕傲或罪惡感的問題，覺得自己應該要更堅強才對。所以第4個方法就非常重要，與他人分擔重擔。資料引用了加拉太書6章2節，你們個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。這裡有一個很棒的洞見，這節經文從來就不是寫給單獨一個人，要求他去承擔所有人的重擔的，這是一個給整個群體的命令。意思是，身為照顧者的你也需要被照顧。所以向別人求助，其實是在實踐聖經的教導，而不是軟弱的表現。完全正確，孤立會極大的加速浩劫。你需要主動去尋找你的支持系統，找一位你信得過的朋友、教會的牧師，或是一位專業的諮商師，把你的掙扎說出來。光是說出來這個動作，本身就有巨大的釋放力量。你不必獨自承受這一切。說到這裡，我想起有時候我會突然對另一半發脾氣，事後才意識到，原來我心裡的壓力已經滿到溢出來了。我好像對自己的內心狀態很不敏感。這就是第5個方法要提醒我們的，注意自身的警訊。就像車子的儀表板有警示燈，我們的心靈也有。資料列出了一些警訊，需要你特別留意，像是持續性的易怒、情緒麻木，對過去喜歡的事物失去喜樂或意義感，甚至是對你所照顧的那個人開始產生怨恨的感覺。怨恨哦，這個詞很重，但也很真實。當你付出很多，卻感覺不到任何改變時，那種感覺真的會悄悄地長出來。但當我意識到自己有這種感覺時，罪惡感又排山倒海而來，我會覺得自己是個很糟糕的人。這正是我們需要轉變的觀點。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信號？資料強調，這些不是道德上的失敗，而是需要被關照的信號。不是道德失敗，而是信號。對，這個比喻非常好。當你車子的油量警示燈亮了，你不會痛罵你的車子，你怎麼這麼沒用，對吧？不會，我會去找加油站。就是這樣，你會開車去加油。同樣地，當你出現這些警訊時，這不是你不夠好的證明，而是你的心靈在對你說，我需要加油了，我需要被照顧了。用加油的比喻來看待，壓力真的小很多。這讓我想到，有時候連禱告都覺得好累，好像連跟上帝加油的力氣都沒有了。那種時候該怎麼辦？這就是第6個，也是最後一個實用方法：無壓力的禱告。無壓力的禱告。對，當你心力交瘁時，要進行一場冗長、有條理的禱告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。來源告訴我們，這完全沒關係。禱告的品質不在於長度或言辭的華麗，在疲憊至極的時候，幾句發自內心的呼求就夠了。像是主啊，幫助我。主啊，賜我今天的力量，或者更誠實的，主啊，這一切太難了，我撐不住了，求你拖住我。上帝看重的是我們誠實的心，他聆聽的是我們心裡的嘆息，而不只是嘴上的言辭。聊了這麼多，我們最後還是要回到那個最根本的情緒障礙——罪惡感。為休息感到內疚，為感到沮喪而內疚，為自己需要一點個人空間而內疚。就算理智上知道這些方法都對，但情感上那關還是很難過。這時候，我們需要回到福音的核心。資料引用了馬太福音11章28節，耶穌發出的那個溫柔邀請：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裡來。對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請你仔細品味這句話。耶穌從來不羞辱那些疲憊的人，他邀請他們前來。他的回應不是你為什麼這麼軟弱，而是到我這裡來，我讓你休息。他完全理解我們的勞苦，
它提供的是安息，而不是更多的要求和重擔。所以，當我感到疲憊而去休息時，我不是在違背他的命令，對，反而是回應了他的邀請。正是如此，我們可以用來源中一句強而有力的話來總結這一切，希望這句話能深深地刻在你心裡。好，休息不是自私，而是順服於你的有限。這句話把休息從一種可有無可的奢侈品，提升到一種承認自己是塵土，並順服上帝創造設計的敬拜行動。如果你正在照顧有情緒困擾的人，我知道你的愛很多時候感覺不被看見，也得不到回報。但請你相信，上帝看見了你那份安靜的信實。你反映基督的形象，並不是透過耗盡自己來達成的，而是透過明智的去愛，謙卑地去休息，並將你無法控制的結果交托給上帝。所以今天，在你聽完這次的討論後，請深呼吸，你是可以休息的，而且你也是被深愛着的。在我們結束之前，我想留給你一個問題思考：在接下來一周裡，除了單純的休息之外，你能為你的生活重新引入哪一個可以恢復活力的小小節奏？可能是在午休時間獨自散步10分鐘，可能是重新拾起一個被遺忘的愛好，哪怕只有半小時。請不要把它當作是你做得好之後的一種獎勵，而是將其視為你衷心關懷這趟漫長旅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。